你叫我啊？你们听说过辫子姑娘吗？当年有一个大陆女孩子，20多岁，很喜欢扎2条辫子，长得聪明可爱，美艳动人。这天，她收到了一封家书，远在香港的母亲身患重病，临终前非常想再见她一面，尤其是想再给她梳那条乌黑亮丽的辫子。于是思思便想偷渡到香港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可她在坐火车去见母亲的时候，列车员突然出现要检票，思思大惊失色，急忙躲到门口准备下车。可就在此时，车门突然关闭，夹住了她的辫子。由于车速太快，她的人直接被甩飞，而辫子却留在了火车上。很快，思思的尸体就被送进了殡仪馆，而给她整理仪容的却是个实习生。实习生小赵掀开白布后，被思思的面容吓了一跳。他赶紧拦住师傅，表示自己学艺不精，搞不定。师傅却说这是他的出师作业，只要给思思化好妆，就能成为正式工。说完以后，师傅转身就走出了化妆室。为了转正，小赵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只见他将思思头皮上散乱的头发剪掉，然后细心的将假发贴在她的头皮上，然后经过长达1个多小时的精心打扮，终于把思思打扮得跟活人一样。小赵仔细端详一下，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，于是便替思思盖上了白布。可就在小赵想要转身休息的时候，那块白布竟然自己滑落。起初小赵还以为是自己没有盖好布，于是又把白布重新盖了回去。可这次白布又自己滑落，小赵非常害怕，一扭头发现思思的嘴唇发白，他以为是自己化妆不到位，急忙拿来口红替思思上色。涂完口红以后，小赵又给思思找了一双新鞋。可就在此时，思思居然坐了起来。唔该晒。小赵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2腿一软，摔倒在地。紧接着，思思就走出了化妆室，好像要去寻找自己的长辫子。小赵见状，立刻想要跑到楼下把这件事告诉师傅。可刚来到楼梯拐角，就发现昨天刚被火化的老伯出现在眼前。小赵直接被吓得躲进了厕所。可紧接着，一个身穿红嫁衣的女鬼又出现在他面前，小赵差点被吓尿，直接又冲出了厕所。刚出厕所就撞到了师傅。于是小赵便把自己刚刚见鬼的事情告诉了师傅。师傅也是见怪不怪，因为马上就要到7月14了，各种妖魔鬼怪都十分活跃。可小赵告诉师傅，思思的尸体不见了。师傅很是惊讶，就跟着他来到化妆间查看。师傅猜想思思肯定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担心他会一直缠着小赵，于是就让小赵用柚子叶清洗身体，以免中邪。可就在小赵用柚子叶清理身体的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洗手间里居然到处都是头发。紧接着思思就出现在他的身后。起初小赵还以为是自己化的妆，思思不满意，可思思却说他见小赵是个好人，想要让他帮个忙。小赵一听准没好事，立刻就逃出了殡仪馆。可思思却阴魂不散，一直跟着他。于是思思就把自己丢掉辫子的事情告诉了小赵，他希望小赵能够带他去丢辫子的地方找回辫子，然后去看望生病的母亲。小赵被思思的一片孝心所打动，打算帮他一把。可他们找了一晚也没找到那条辫子，于是小赵便回到殡仪馆替思思做了一条假辫子。思思见这条辫子跟自己生前的一模一样，非常开心，就要回去见母亲。今晚恰好是7月14，人们纷纷在路边烧衣，思思被周围的孤魂野鬼拦住。可他们怎么能是辫子姑娘的对手，纷纷被吓跑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思思的母亲。此时的龙婆已经病入膏肓，她突然见到女儿出现在面前，非常激动。小赵急忙解释自己是思思的好朋友，是他帮思思偷渡到香港，但是过了今晚就要回老家。龙婆并没有怀疑，能见到女儿非常开心，于是她就想好好看看思思。可没想到思思的尸身已经开始腐化，蛆虫爬到了龙婆手上。思思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已经去世，急忙向外跑去，把自己锁在了柴房里。此时的龙婆已经明白了一切，她急忙安慰女儿，自己只是想要再见她一面，自己的时间也快要到了，到时候他们母女就可以一起上路。在她临走前，还是想要和女儿留下一张合照。思思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，大胆地从柴房走了出来。小赵立刻找来相机给他们合影，照相前还贴心地为思思补妆。小赵给2人照完遗照以后，他们母女2人便手牵着手一起上了路。小赵见思思没什么亲人，就替他们烧了纸钱作为感谢。思思就将自己的辫子留给了小赵。到这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其实辫子姑娘有许多版本，
最早的一个版本是从位于马料水的中文大学传出。至于这是不是真人真事，就不可考证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